我想起就是我之前的马大教授一个老师他讲过的话，就是他讲过，就是如果你们做对的事情，其实整个社会会在背后支持你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了，然后也是因此谢谢他们。同时我也要呼吁，就是学运人士啊，或者是社运人士，就是大家不要担心，就是大家永远会在背后支持你。有燕哥冲在前面，做大家的样板。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段的 bonus track 啊。那其实今天燕科他来BFN 接受访问嘛，所以赶快再来抓他来录一段影片啊。因为其实上一次就本来要谈你的官司，对，结果我们居然都忘了。对，还有观众留言说，不是说要谈燕科的官司吗？到底谈到哪里去了啊？你也辛苦了，今天你接受我们访问，然后刚刚英文那边又才结束，所以赶快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你大家非常关注你的官司嘛，就是你过去在这个马大，这个对校长，大家说你不礼貌啊，但是其实是不是不礼貌，究竟怎么回事？来，先跟可能跟不了解这个官司的事情的人说一下。我官司缠身，我有2个案件在身。是、okay, 对，第一个案件是我在毕业典礼举牌抗议。为什么会举牌抗议？是因为那时候我的马大前校长他参与举办一场马来人尊严大会。那我不是否定马来人的那个结社自由的权利，而是他在那个尊严大会里面他谈的东西很多，就是非常种族主义的言论存在那边。比如第一，他觉得说马来人应该要统治整个政治；第二，政治权利应该属于马来人等等，所以有很多那种种族歧视啊，一些 stereotype 里面，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去反对。很多学术人员其实找我，然后嘛，就是问，你们学运分子，你们会做什么抗议吗？我就 OK 啦，既然你这样子问了，我们就做。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反对种族主义；第二，其实要告诉大家，我们有权利去问责我们自己的校长，特别是他做错事情的时候。然后后来就是被告上庭，被告上庭，其实我那个刑罚最高可以去到就是坐牢2年，还有罚款。现在其实这个诉讼一直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多久的时间了？哇，3年多。对，然后来回法庭70次。70次啊？对，就是包括 case management 等等这些啦，就是有时候又展延啊等等这些，大概有70次。你觉得这过程当中有人故意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困难吗？因为其实是有点多我觉得可能不是有人故意啦，就是因为真的是疫情的关系。因为疫情的关系，你可以知道说那时候又 postpone 啊，你去了，然后检控官或者是那个法官自己本身推事他自己本身又生病啊等等，然后我有时候又生病，我真的生病，然后就有推期到。最后的判决是什么呢？就是罪名成立，就是缴交罚款5000令吉。但现在我们的律师团队已经去上诉这个判决，跟就是刑罚的这个事情。但同时呢，检控官那边也是去上诉我的那个刑罚，他们觉得不够重，他们想要可能要求我进监狱还是怎样，我不知道。所以还在审核当中，但目前只是在案件管理的那个阶段还没有正式有一个审讯。为什么你不会觉得说反正就是5000块好了，这个罚款就缴了，那就了事了？我个人不赞成，因为必须要捍卫所谓的言论自由。因为我最主要的是讲，我觉得他们现在用另外一种方式，你明白吗？就是如果是一个人的 solo protest 的话，他们就会用504条文，就是你蓄意去羞辱他人，然后导致他破坏安宁这件事情。我担心如果开了这个先例的话，以后这个判决就变成一个判例，对，然后来去对付其他社运人士或者学运人士，所以我不希望有这样子的事情。然后第二，我不想要对种族主义妥协，因为其实你看有两面的声音，一些对我他声援我，但有一群他们是认为说活该。然后讲很多种族主义的话，我不要把种族主义变成是一个主流，而是反对种族主义、多元主义才是我们国家应该要追求的。所以这个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我看到你之前也在这个社交媒体当中有募款究竟这个募款是什么呢？然后听说这个募款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其实也达标了，1个月以内我们就有超标，其实6万令吉。所以就是其实我非常感动，就是我非常谢谢就是大家愿意去支持跟声援我这个行动啦。然后我想起就是我之前的马大教授一个老师他讲过的话，他讲过就是如果你们做对的事情，其实整个社会会在背后支持你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了，然后
也是因此我要谢谢他们，同时我也要呼吁就是学运人士啊，或者是社运人士，就是大家不要担心，就是大家永远会在背后支持你。有燕哥冲在前面，做大家的样板。没有啦，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真的不要害怕。其实只要你讲的非常对，你的老师也说的非常对，就是如果你做对的事情，那这个社会就会在你背后支持你。对，那你这个筹款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几个原因，其实第一个最主要是那个律师费。虽然说我的律师是要求就是做 pro bono， 就是他义务帮你，义务帮忙，义务律师，义务律师。对，但是我认为是这样子，因为我这个案件确实有受到大家的关注，我想要把这些钱先给他们，因为第一他是专业，第二我希望就是因为我不想让他们做很多这种义务的工作之后他们帮不到其他人，所以我希望说如果这次我可以筹到款，我给他们之后，他们可以去帮忙其他那些没有受到媒体关注、没有受到民众关注的那一些案件，我希望他们可以帮助更需要的人就是这样子。了解。好，那接下来你的计划是什么？有人听说你要出来竞选，是真的吗？没有啦。OK， 那时候应该是Yes你问的东西。But anyway， 我觉得我肯定没有想要去竞选。现在的首相案的话有邀请过我入党，但是我也拒绝了。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公民社会如果全部人去竞选去参与政党的话，公民社会会变成有一个真空在里面，所以我希望是更多是在于公民社会这边去 build 好这个 alliance，再跟草根互动等等，让草根起来这样子。所以我不会参与政党，在短期内肯定是不会。你接下来还有没有需要大家如何来支持你？可能是多关注我们公民社会的一些脸书等等，就是我觉得包括你现在还是 SWARAM 的成员吗？对，我肯定还是 SWARAM， 你还是 OK， 我是 SWARAM 的职员，然后同时又是 BERSE 的处理主席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一些推动行动，而且我觉得大家要多发言，去跟政府，如果你们认识一些政治人物，跟他们表态，其实民怨在这里了，所以你们要马上改变，不改变的话，下一届选举分分钟可能会输掉这样子。好，可以了解。好，谢谢燕科，我们一起加油。好，谢谢能姐。